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常常对自己说过这句话？我没事，我可以，我一定做得到。但你心里其实知道，你根本不是这样想的，你只是习惯这样说，习惯在别人需要你的时候说可以，习惯在不想面对冲突的时候说我没事，没关系，习惯在遇到重大难关的时候逼自己一个人去面对，习惯把自己真正的感受先收起来。久了之后，你甚至不太确定了，到底你是真的没事，还是说你只是已经习惯表现的没事。在不同的人面前，你会变成不同的样子，有时候很温和，有时候很理性，有时候看起来很稳定，但那个稳定有可能只是你维持出来的状态。你不是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你只是太习惯成为别人期待的那个你。在荣格心理学中，这个现象有一个名字，它叫做人格面具。今天带你了解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有的人格面具，以及该如何觉察它，并且面对另一个在面具底下的那个被你一直压抑的自己。你可以开始试着换一个角度理解这件事。不是所有人格面具都是假的，也不是说你只要开始觉察就要把它丢掉。在荣格心理学中，卡尔·荣格提出的人格面具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必要的结构，它指的是为了适应社会、进入关系、完成角色功能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呈现方式。换句话说，没有这个面具，你甚至很难正常的生活。你需要在工作中有一个专业的样子，在关系中有一个稳定的样子，在不同情境里有一个能被理解的样子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你有没有面具，而是你怎么和这个面具相处。真正的关键在于一个转折，当一个人开始过度认同这个面具的时候，问题才会出现。你不再只是使用它，而是开始等同于它。你以为那个稳定、理性、成熟、负责任的形象就是你全部的样子，但事实上，它只是你的一部分。在这个结构里，可以很简单的理解3个层次。人格面具是你在外在世界运作的角色，它让你能被社会理解，也让你能参与现实。而在它之下，是我们上一集谈过的阴影，那些被你压抑、不被允许出现的部分。再往更深一层，是一种尚未整合的完整性状态。荣格称之为自性，代表一个人真正的整体。但在这一集，你先不用急着理解最后那一层自性，你只需要先厘清一件事，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戴上面具，而是你开始以为这个人格面具就是你全部的样子。你可以试着观察一下，你平常最常活着的是哪一种人格面具？也许你是那种一直在当好人的人，你很少拒绝别人，别人需要帮忙，你会第一个站出来。就算你其实很累、很烦，甚至有点不情愿，你还是会说没关系，我可以。你习惯把情绪收起来，不想造成麻烦，不想让气氛变尴尬。久而久之，你变得很会体贴别人，却很少真正表达自己。但代价是什么？你开始不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。你给出去的越多，内在却越来越空。甚至有一天，你会突然发现，你对很多事情都有情绪，但你从来没有让它出现过。然后越活越累，越活越压抑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，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？又或者，你可能是另一种人，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你习惯用逻辑思考、分析问题、控制局面。你不太喜欢情绪，因为情绪让事情变得不可预测。你更相信效率、结构、可控性，当事情失控的时候，你会特别焦虑。所以你会更努力的想掌控一切。
但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对很多事情都有想法，但你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渴望是什么。你可以解释一切，却很难感受真正的自己。你看起来很稳，但内在其实是断裂的。还有一种，你是在扮演更隐性的角色，你可能在维持一种状态，也许是社会成功人士，也许是正能量，也许是所谓的觉醒、成长或灵性。你希望自己是稳定的、成熟的、没有问题的。你习惯让自己保持在对的状态，你不太允许自己崩溃、脆弱、混乱，甚至失败，因为那不符合你想成为的样子。所以，当你真的感到低落、困惑，甚至失去方向的时候，你会倾向把它压下来，调整回那个应该的状态。久而久之，你的人生看起来很一致，但那种一致是表面的，你的内在开始出现一种很微妙的分裂感。一部分的你在维持形象，另一部分的你却没有被真正看见。到这里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，其实这些角色都不是虚假的。那个会体贴别人的你是真的，那个理性分析的你是真的，那个想要成功、想要变好的你也是真的。但问题是，当你只剩下这一种样子，当你只能用这一种方式存在，那它就不再只是你的一部分，而变成了你以为的全部。而真正的你反而被压在更深的地方，而你却从来没有觉察过。你可以先不用急着改变什么，先停下来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你现在最常活着的是哪一种角色？是那个总是在体贴别人的你，还是那个习惯用理性掌控一切的你？又或者是那个一直维持在某种应该状态的你？不用急着回答对错，只要诚实的看见就好。接着，你可以再往下看一点。维持这个角色，你付出了什么代价？是长期的疲惫，是说不出口的情绪及压抑，还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空洞感？也许你早就隐约感觉到哪里不对，只是你太习惯继续扮演下去。而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转折，当你开始从第三人的角度觉察到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其实就代表一件事，有一个不等于这个角色的你正在浮现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认为你的全部就是等于这个角色，那你不会看见它，你只会理所当然的活在里面。只有当你开始观察它，意识到它，才代表你已经和它产生了一点距离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你在做选择，你选择这份工作、这段关系、这种生活方式，但如果你仔细看，你会发现那些选择其实都很一致，一致的符合某一种你应该成为的样子。那不是你在做选择，而是这个角色在替你做选择。而当一个人的表面是这个角色在运作，但内在却有其他未被承认的部分时，那种不一致就会慢慢累积。你会开始感觉卡住，明明很努力，却哪里都不太对。事情没有真的往前，但你也说不出问题在哪里。那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正在用一个不完整的自己撑起整个人生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些角色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感觉，感觉好像哪里松动了，但同时也多了一个问题。如果这些都只是你扮演的角色，那真正的你到底是什么？你可能会发现，你其实很难回答出这个答案，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你都是透过这些角色在定义自己。你是那个好人，你是那个理性的人，你是那个稳定、成熟、没有问题的成功人士。但当这些标签开始松动之后，原本很确定的我是谁，反而变得不确定了。
而这种不确定其实不是问题，它反而是一个开始。卡尔·荣格把这整个过程称为个体化历程，也就是当一个人不再只活在单一角色之中，而是开始面对与整合那些曾经被压抑、被忽略，甚至被否认的自己。所以真正的转变并不是把面具拿掉，你不需要变成没有角色的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荣格认为，你只要还活在这个人类社会上，就还是需要这些人格面具。真正的转变是你开始意识到你不只是那个角色，你开始允许更多不同的面向存在，开始看见那些你曾经不愿意面对的部分。而那个过程也许不舒服，甚至有点混乱，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才会慢慢接近一种更完整的状态，不是更完美，而是更真实的状态。下一集我们会真正进入这个过程本身。当你不再只是活在面具之中，你要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更完整的自己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